本集是由 Monitor Mac 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力。上个礼拜呢，我们帮大家评测完最新的 M5 MacBook Pro， 它的表现真的不错，不管是日常操作的反应速度、剪片算图的输出效率，跟 M1 的基础款相比啊，整体的使用体验可以说是全面性的碾压。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准备入坑，或者是你已经买下去的朋友，先恭喜你，你的钱已经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了。那拿到新的 Mac 之后呢，有些设定是一定要做好的，使用才会更顺手。那之前我已经分享过3支 Mac 必做的设定跟好用的 Apps 推荐影片啦，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连结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栏里面，非常推荐大家花时间去好好看一下。那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会把重心放在 macOS 26这次新增而且非常实用的功能。那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们来看看 macOS 26最大的核心改变 Spotlight。如果你是刚从旧系统升级上来的朋友，你可能会发现常用的 Launchpad 不见了。还没有错，苹果在台号里面呢，正式把 Launchpad 给移除了，然后把所有的功能都整合进全新的 Spotlight 里面。那现在 Spotlight 啊，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搜寻工具而已，它更像是系统的一个执行中枢。那现在叫出 Spotlight 就可以透过 Command+1 到 Command+4 来快速切换不同的搜寻模式。那 Command+1 呢，就是用来取代 Launchpad 的应用程式模式，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所有的 App。Command+2 呢是专属的档案模式，让你搜寻档案的时候不会被 App 或者其他的建议给干扰。那 Command+3 是这一次最特别的动作模式。Command+4 呢就是全新的剪贴簿模式了。那以前的 Spotlight 要找不同类型的东西，搜寻常常会混在一起，很乱啊。那现在透过这4种模式来切换，我自己觉得搜寻的效率确实是有提升一些啦。不过有些人会发现，在搜寻 App 的时候，会连 iPhone 的 App 都一起跑出来，超级难搜寻。那这个时候呢，请直接到系统设定的 Spotlight 页面，往下拉，把下面的 iPhone App 直接关掉。或者是你在 Spotlight 的应用程式模式里面，点右上角的3个点点的图示，然后取消勾选显示 iPhone App 也可以。这样子呢，你的搜寻结果才会只显示你这一台 Mac 上面有装的软体。好，再来是档案搜寻的部分。如果你的档案很多，现在你只要在搜寻的时候前面加上一个斜线，后面再加档案类型就好。比方说你想要搜寻 PDF 的内容，我们就输入斜线 PDF。那按下 Return 之后呢， Spotlight 就会正式锁定在 PDF 的过滤模式。这个时候你再去输入关键字，它就会很精确的去搜寻 PDF 档案的内容。那如果你想要找资料夹里面的档案，你也可以这样，直接输入斜线下载项目，它就会只搜寻你的下载项目这个资料夹。甚至啊，你现在连 Dropbox 或者 Google Drive 这种第三方的硬碟，都可以用这种方式精确搜寻得到。那找到档案之后呢，你可以选择按下 Return 直接打开档案，或者是也可以按 Command+R， 它就会直接帮你打开存放那个档案的资料夹，非常方便。好，讲到这里，先借我1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爱用的好东西 Monitor Mac TD2 Thunderbolt 5 Dock， 还有这个可以跑得跟 Mac 内建硬碟一样快的 T-Max SSD 外接盒。觉得 Mac 接孔不够或舍不得升级超贵 SSD 吗？ Monitor Mac 带你迎接 Thunderbolt 5的全新时代。全新 TD2 正式加入 Mac 行列，首发支援 Thunderbolt 5，高达14组接孔，完美解决外接问题。用一条线解放最高 120Gbps 的传输速度，记忆卡、USB、外接萤幕，所有规格一次到位。同时还能用140瓦帮 MacBook 充电。TD2 更是为专业工作者而生，外接2组 Thunderbolt 5接孔与1组 2.5GB 网路孔，除了能高速连上 NAS， 还支援局链串接，让所有专业设备与 Mac 电脑一线串联。搭配高速 SSD 解锁 80Gbps 的传输速度，再大的档案都是几秒搞定。TD2 还顾好你的多萤幕需求，轻轻松松同时外接2台 Thunderbolt 显示器，或是改用后方的 HDMI， 同时外接2台 4K 萤幕。你说还有 Mac SSD 空间太贵要解决，那就搭配 T-Max 80Gbps SSD 外接盒，最高支援 8TB 的 NVMe SSD， 给你超越 Mac 内建一点的读写速度，剪影片、打游戏，当做 Mac 系统碟都能轻松应付。简单的拆装设计，不用花大钱就能有苹果等级高速稳定的储存空间。现在就让 Monitor Mac 带你进入 Thunderbolt 5的新世界吧。我觉得这次 Spotlight 最强大的改变呢是动作模式，也就是按 Command+3 的那一个模式。在动作模式里面有一个一定要学会的功能，叫做快速键。简单来说，就是它可以让你不必打开 App 就可以直接做事情。比方说，如果你想要传简讯，你不用去 Dock 点开讯息的 App， 你只要叫出 Spotlight， 然后输入讯息，就可以看到下面会出现传送讯息这个选项。那你按下 Return 呢，它就会直接出现输入框，让你输入想要传送的内容跟收件人。那你写好讯息之后，再按一下 Return 键，就会直接送出去了，完全不需要打开 App。那同样的，我们只要在 Spotlight 里面输入提醒，就可以看到下面会出现提醒事项
跟新增提醒事项这2个选项。那选择第一个提醒事项呢，你就可以看到右边的说明，它说明是只要按下 Tab 就可以直接搜寻提醒事项里面有写过的所有内容，这个是跟前面讲的斜线加提醒事项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是想要新增提醒事项的话，就选择第2个，然后在 Reminder 的地方直接打上需要提醒的内容，然后在 To 的后面可以选择我们已经建好的提醒事项列表，按下 Return 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加到提醒事项里面啦。那如果你觉得每一次打中文都很麻烦，你也可以在动作选项里面点击侧边的加入快速键，改成你自己顺手的按键。比方说我把传讯息改成 SM， 那只要我打 SM 之后按空白键，它就可以直接输入想要发送的内容，然后再按 Tab 输入好收件人，按下 Return 就可以直接传送出去啦。那还有像是如果你在 Safari 看到一篇英文的内容，你现在可以叫出 Spotlight， 然后输入翻译，你就可以看到翻译成繁体中文这个选项，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帮你把网页直接翻译好。那用这个方式呢，对新手来说应该会比去找翻译按钮还要直觉很多，对吧？在动作模式里面，系统预设提供了非常多的不同的动作，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看看有什么功能是常常会用到的，然后把快速键加上去。只要熟悉了这些快速键啊，我相信工作效率绝对会大幅的提升。好，再来是 Command 加4的剪贴簿模式。那 macOS 26现在终于内建了剪贴簿啦。现在我们可以到系统设定 Spotlight 里面调整保存的时间，那最短我可以设到30分钟，最长可以记录到7天。那虽然功能没有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Paste 这么强大，但它就是原生的嘛，而且免费，所以没什么好挑剔的啦。好，最后一个 Spotlight 的小技巧就是，如果你想找回搜寻过的记录呢，我们可以叫出 Spotlight， 然后按向上键，它就会自动跳出搜寻的记录啦。好 ，Launchpad 消失了，我相信大家一定很不习惯，但苹果看起来是铁了心要把所有的入口都塞进 Spotlight 里面。虽然现在 Spotlight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也没有办法像第三方的 Raycast 或是 Alfred 或是 Paste 那么强大，但以内建功能来说，已经算是有很大的进步了。只要大家熟悉操作之后呢，一定会觉得比以前好用很多。好，我们讲完了 Spotlight， 接下来我们聊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控制中心。以前我们所有的开关，像是 WiFi、蓝牙、音量调整这些，全部都在同一个选单图示里面，东西一多，找起来很麻烦啦。但在 macOS 26， 苹果终于允许你自定多组独立的控制中心啦。你可以直接点开控制中心，然后选下方的编辑控制项目，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选单列上面多了一个加号，我们点一下就可以在选单列新增第2个甚至第3个控制中心。那这个功能有什么好处呢？像我自己的使用习惯啊，我会专门建立一个音乐专用的控制中心，那把原本的图示改成音乐的符号，里面只放播放控制啦、音量啦，还有背景音乐这些跟声音有关的功能。这种功能分流的做法，可以让你的选单列变得更像是专业软体的工具列。你不需要再对着一个塞满功能的清单找老半天啊，而是可以直觉的根据不同的功能点击对应的图示。所以我觉得多重控制中心是这次 macOS 26在界面逻辑上面一个很大的进步。它把选择权还给了使用者。如果你跟我一样追求极致的工作流，一定要试试看分类管理，你的选单列会变得直觉非常多。讲到选单列，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这次 macOS 外观了。苹果这次用了 Liquid Glass 的设计语言，最明显的改变就是选单列直接把你变成透明的。这种视觉上没有边界的感觉，确实让萤幕看起来更开阔也更漂亮了。不过这个在实际使用上也有一些小问题。如果你用的桌布的颜色比较杂，或是刚好比较淡，选单列上面的图示就会跟背景打架，看得很吃力。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太透明的感觉，想要改回原本那一种比较扎实的样子，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到系统设定往下滑，找到选单列，把显示选单列背景打开，它就会变回我们熟悉的有底色的状态啦。好，再来是资料夹的部分。这次塔号呢，终于加入了一个大家等很久的新功能。以前我们只能选那种小小的颜色标签，现在你可以直接在资料夹上面按右键点击自定。那在这边你不只可以更换资料夹的底色，最特别的是还可以直接在上面加入一个 emoji 的符号。那操作非常简单，选好你想要的颜色跟图示之后点确定，你的资料夹就会直接显示那个图标了。不管你是想要标注专案类型，还是想要纯粹让桌面看起来更有个性，现在都不需要额外下载图示来换了，内建的就可以搞定。好，最后一个关于外观的更新呢，是这次 macOS 终于也可以自定锁定画面了。虽然目前它的功能呢跟 iPad 或是 iPhone 相比还是比较阳春一点，那因为目前只能改时钟的部分，没有办法像行动装置那样自由调整排版或是放小工具。但比起以前完全不能动，现在能让你自定时钟的字体跟粗细来搭配你的桌布，也算是有进步了。不过要提醒大家一下，它设定的位置比较隐蔽，它不是在锁定画面的选单里面哦，而是要去背景图片里面，点击右上方的时钟外观才可以开启调整视窗，所以大家不要找错地方了。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捷径自动化。那以前 Mac 的捷径，我们都需要手动去点它一下，它才会执行。
想要设定 Mac 的自动化呢，就得去用功能强大但是很复杂的 Automator。那现在 macOS 26不一样了，苹果终于把 iPhone 上面最强的捷径自动化功能完整的搬到 Mac 上面了。你只要打开捷径的 App， 在左边的侧边栏，你就会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动化选项。那点开之后呢，按下右上角的加号，你就可以看到一整排的触发器。那这些触发器就是自动化的灵魂啦。我们可以设定一些最简单的，像是当我把 MacBook 接上公司的萤幕的时候，就自动打开 Email、Slack、Safari 跟 Pages， 马上把工作环境准备好。或是当我打开 Final Cut Pro 的时候，它就自动帮我切换到勿扰模式，让我可以专心剪片，不会被打扰。那我们也可以设定像是当常联络的老婆传讯息来的时候呢，就直接开启对话视窗，这样就算是真的在忙，也不会错过任何的讯息，可以有效减少摩擦的发生。所以有了捷径自动化之后呢，你也可以玩出更多的花样。就像我是把 USB 随身碟当成是 iPad 塞卡并行的启动装置，以后带 Mac mini 去咖啡厅工作的时候，等它开机之后，自动连上 iPhone 的热点，它就会用语音提醒你已经开好机了。那这个时候，只要我把随身碟插上去，它就会在背景自动执行塞卡的捷径，然后帮我把 iPad 直接变成 Mac mini 的外接萤幕。这跟笔电就有87%像啦，只差在没有电池而已。而且我们需要手写的时候呢，还可以把 iPad 拿起来切回 iPad 的模式，超级方便啦。那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只要把随身碟退出，它就会自动帮我断掉塞卡，然后用语音通知我要准备关机咯。准备关机，最后才会执行关机的动作。整个流程超帅，你只要用这个方法，绝对可以让你直接变成星巴克的焦点。所以有了捷径自动化的加入，可以让一般的使用者不用去接触复杂的 Automator， 就可以做到一些简单的事情。虽然一开始设定的时候是要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工作流程的，但你只要设定好之后，它每天真的可以帮你省下非常多的时间跟心力啊。好，那这支影片的最后，我们来聊聊两个 macOS 26里面虽然不是大改动，但我觉得在某些场景下挺方便的小功能。第一个是针对视讯的功能，叫做边缘光。简单来说，只要升级到 macOS 26.2 之后，就可以让你的萤幕变成一个补光灯。当你在跟人家 FaceTime 视讯的时候，如果发现现场的光线不太够，你就可以打开这个功能，这时候萤幕的边缘就会亮起一圈柔和的白光，来帮你的脸补光。它有一个很细心的设计，就是当你把滑鼠移到这个萤幕边缘光的时候呢，那一堆光就会自动缩回去，不会影响到你的操作。而且你可以制定光的宽度跟色温，要冷色还是暖色都可以直接在选单里面调整。而且如果你是用2024年以后的机型，它还可以设定在环境太暗的时候自动开启这个功能。那对于偶尔需要在光线不足的地方视讯的人来说，算是一个很贴心的小工具。那第二个是 iPhone 上面好用的放大镜 App 也正式搬到 Mac 上面来啦。它除了可以用 Mac 内建的视讯镜头来放大东西之外，我觉得最实用的玩法是结合接续互动相机。连接之后呢，你在左下角的相机图示按右键，就可以选择想要使用的相机来源。这边我们选择 iPhone 的镜头，那这样你 iPhone 镜头的画面就会即时显示在 Mac 的大萤幕上面。它里面有一个读取文字的功能，你只要把镜头对准一段文字，它就能自动辨识，然后朗读出来。虽然这个功能平时可能不太会用到，但如果你需要检查一些很细小的产品标示或者说明的时候，这个 App 就能派上用场。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次拿到新 Mac 之后，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调整跟尝试的设定。老实说呢，这次 macOS 26的改动，尤其是那个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的 Spotlight， 其实是有一点复杂的真的需要你彻底改变这10几年来使用 Mac 的习惯。但我觉得这个就是 Mac 最有魅力的地方，它让你可以透过这些自定的功能，把它调教成最符合你自己工作流程的样子。不管是 Spotlight 还是多重控制中心，甚至是捷径自动化，这些设定虽然一开始有点麻烦，但只要你把这些细节都搞定之后，这台 Mac 用起来才会真正有那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啦。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可以的话，顺便帮热推一下就更棒啦。那你有发现什么 macOS 26超实用的玩法呢？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我是威力，我们下次影片见啦，拜拜。